我应该是这世上最悲催的皇后，为我心尖上的皇帝贡献一碗心头血。他不知道我的心头血，喝一碗就少一碗。夫君萧承玉为了外面的女人，竟下旨扒光我父母的衣服，逼着对老夫妻当众受辱。为了不让父母继续遭罪，我浑身颤抖着，把满满一碗刚抽的血递到萧承玉面前，脸色苍白的像纸。萧承玉盯着那碗血，冷冷开口：以后每月15都要给清浅放一次血，否则皇上，娘娘体质本就虚弱，要是每月都放血，恐怕……旁边的太医实在不忍心，急忙上前劝阻。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萧承玉就一脚把他踹倒在地，那就用最好的药吊着他的命，一直到清浅的病彻底好为止。说完，萧承玉端起那碗血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等父母被侍卫带走后，我像是被抽干了全身力气，重重地倒在了冰冷的地上。次日一早，我刚睁开眼，丫鬟就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，老爷和夫人受不了昨天的羞辱，在府里服毒自尽了。”丫鬟的话让我瞬间僵在原地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你说什么？丫鬟垂着头哽咽道：“夫人，老爷，他们都去了。”我踉跄着跌下床，所有的痛苦在这一刻猛地涌上来，胸口闷得几乎发不出一个字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突然想起婚礼前脑子里突然响起的机械声，那是系统。系统说我活在一个画本世界里。按剧情，萧承玉后来会疯狂爱上一个农家女，为了那个女人，我和家人都会受尽折磨而死。当时我吓坏了，连夜让父母退婚。萧承玉知道后，在丞相府门口跪了整整3天3夜。可没想到，后来他捧着10里红妆和几百块免死金牌，当着我的面把匕首对准自己的心脏，要么留下来嫁给我，要么看着我死。匕首快要刺进心脏的最后1秒，我终究没忍住，哭着扑进了他怀里，还是妥协了。婚后4年，萧承玉一直宠着我，顺着我，我也慢慢放下心来。或许当初系统说的都是假的，直到一次外出狩猎，萧承玉带回来一个女人，向来对其他女人不屑一顾的他，竟亲自给那个受伤的女人喂药。那个女人叫苏清浅，她在猎场救了朕的命。萧承玉揉了揉我的脑袋，语气还像以前一样温柔：“念念，别多想。”可后来，他和苏清浅在城楼拥抱，在街头拥吻，宫里宫外没人不知道我当初的心软和坚持，此刻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在醒来时，已经是父母的葬礼，天上艳阳高照，我站在坟前，却觉得浑身冷得像冰。检测到宿主毫无生存意志，是否选择脱离当前世界？这时，久违的系统声在脑海里响起：“系统，我要脱离，我要离开这里。”倒计时开启，宿主需在七凤宫待满最后1个月，方可脱离世界。眼泪无声地砸在墓碑上，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萧承玉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七凤宫里，我刚推开大门，就看见萧承玉和苏清浅旁若无人地相拥着躺在软榻上。我立刻别过脸，打算去偏殿待着，却突然被萧承玉叫住：“沈念初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父母的死是他们自己选的。”我苦笑一声：“萧承玉，如果不是你逼他们在大街上做那样残忍的事，他们怎么会自杀？”萧承玉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：“若你肯早点乖乖剜血给清浅，朕又何必出此下策？”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。萧承玉，你还记得当初我要离开时，你为了挽留我说过什么吗？萧承玉眼神一凛，说出的话像冰锥一样扎人。挽留你？朕什么时候挽留过你？要不是你爹用监国权跟朕交换，朕根本不会跟你完婚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彻底明白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语气生硬：“既然陛下不记得，那就算了，不重要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准备离开，萧承玉却再次叫住我：“你收拾东西，从凤栖宫搬出去。朕打算让浅浅做皇后，名正言顺的皇后。”我的心像被挖了一个洞，疼得喘不过气。萧家祖训明明说过不会废后，可到了他这里，为了苏清浅，连祖训都能改。我用力掐住掌心。1个月后，我自请废后，把凤印奉上。萧承玉盯着我的脸，像盯着猎物一样。可以，1个月后你若不交凤印，朕就赐你1杯毒酒。接着，他看向旁边的偏房，从今天起，你住的寝殿，还有凤栖宫里的一切，都是浅浅的，你就住旁边最低等的宫女房间，给浅浅做洗脚婢。可以，我没再多说一个字，随便收拾了几件必需品，就去了那间偏房。不就是做洗脚婢吗？只要能离开这个令人恶心的人，做什么都可以。第2天天还没亮，我就被粗暴的砸门声吵醒，紧接着一瓢冷水直接泼到了脸上，还当自己是皇后娘娘呢。快起来伺候陛下和皇后更衣。洗脚婢管事嬷嬷叉着腰，满脸不屑地看着我，我没心情跟他计较。若没有萧承玉的默许，他根本不敢这样苛待一朝皇后。我草草擦干脸上的水渍，转身去了主殿。苏清浅看到我，立刻捂住胸前的痕迹，娇羞地说：“姐姐醒啦。”我和承玉
他偷偷看了一眼萧承玉，又对我道：“你别生气呀。”我没说话，走到两人身边，捡起地上的衣衫，准备给苏清浅穿上。姐姐，你不用这样。苏清浅一脸真诚，你父母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眼神冷漠，我不会原谅你。这时，萧承玉正轻轻吹着手里的粥，温柔地喂到苏清浅嘴边，语气宠溺：“你可以不原谅，但你父母留下的那对玉佩。”萧承玉，我声音止不住发抖，那是我父母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好，我原谅他，我最终还是妥协了，反正很快就要离开了，没必要再纠缠。说完，我起身麻木地拿起衣服，准备给苏清浅穿上。萧承玉看到我捡的是昨天的衣服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你第一天来伺候吗？浅浅怎么能穿昨天的旧衣服？话音刚落，我就被他粗暴地推倒在地，手里的衣衫也被撕烂了。下人们连忙捧着新衣服跪过来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吓得瑟瑟发抖。选粉色，粉色娇俏，浅浅最喜欢。萧承玉吩咐道：“过来，给她穿上。”我像凤栖宫里最卑贱的婢女，木讷地给苏清浅穿好衣服，扶着她出门，脸上没有丝毫情绪。临出门前，一个太监急匆匆跑过来：“陛下，吴国使臣前来觐见，已经在殿外候着了。”萧承玉这才想起，今天是吴国使臣朝贺的日子。沈念初，换衣服。正如他所说，苏清浅现在还不是皇后，没资格接受他国使臣的拜见，而我也只能继续陪他演戏。是，我垂着眼眸，任由工人送来凤袍。恍惚间，我已经上好妆，跟着萧承玉来到了宴席现场。大臣们敬的酒我还没来得及喝，远处就传来一阵骚动。啊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是苏清浅的声音。她从没参加过这样的宴会，不小心坐到了不该坐的位置，现在正被一个世家公子纠缠。那人抓住她的手腕，满脸轻佻地往她身上摸。糟了！我刚想上前制止，一把利剑突然从远处飞了过来，砰的一声，那个纨绔子弟的手被生生斩断，鲜血溅了一地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不是说燕国国君心里只有皇后沈念初吗？怎么会为了别的女人动手？萧承玉不顾众人眼光，走到那个纨绔面前，一脚狠狠碾在他胸口，声音像淬了毒：“谁给你的胆子，敢碰朕的女人？”那世家公子疼得脸色惨白，浑身抽搐。陛下，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女人，世人都说您眼里心里只有皇后，我才……萧承玉眸色一沉，那你可以死了。唰唰，随着利剑入鞘的声音，脚下的纨绔已经血流如注，没了动静。萧承玉竟为了苏清浅，在接待使臣的宫宴上杀了人。他转身抱起哭得浑身发抖的苏清浅，动作温柔的像在对待稀世珍宝。别怕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整个宴席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住了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已经彻底麻木，只是能感觉到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我不知道宴席是怎么结束的。浑浑噩噩地走出宫殿时，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。回到凤栖宫时已是深夜，我拖着湿透的身体推开那间阴暗的小屋子，突然几个侍卫闯了进来，得罪了皇后娘娘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们架着胳膊往外拖，直到被带到城墙上，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萧承玉穿着一身黑衣，身形挺拔却面容冷峻，身旁的苏清浅柔弱地靠在他肩上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。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我浑身一震。萧承玉，你要干什么？萧承玉轻笑一声，朕让你好好教浅浅宫里的规矩，你却让他坐到下人的位置，还险些让他受伤害。说完，他轻轻捏了捏苏清浅的手，抬高声音：朕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浅浅才是我此生挚爱。而他沈念初，他扫向我，眼神里满是厌恶，不过是一条我可以随意戏弄的狗。萧承玉对着侍卫挥了挥手，动手。萧承玉，我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几个侍卫立刻上前，粗暴地拽住我的手臂。下一秒，绳索猛地绷直，我的身体被狠狠推下了城楼。啊！凄厉的尖叫声划破夜空，我在空中剧烈摇摆，仿佛五脏六腑都要被搅碎。最后，地吐出一口黑血，彻底昏死了过去。在醒来时，我已经回到了凤栖宫的小隔间里，隔壁传来萧承玉和苏清浅的交谈声。我懒得理会，1个月而已，只要熬完这1个月，我就能自由了。原来我已经昏迷了15天，这样也好，能少受些痛苦。还有15天，我就能彻底离开这里了。迷糊中，我又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是有人推开了小隔间的门。娘娘醒了吗？陛下让您今晚去参加宫里的宴会。宴会？邻国进贡的宴席明明已经结束了，最近宫里哪还有什么宴会？可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跟着来人前往。到了宴席现场，我才发现这是一场和我毫无关系的生辰宴。苏清浅的生辰宴，萧承玉穿着一身黑色龙袍，紧紧牵着苏清浅的手，并肩坐在最高处的皇位上。浅浅，生辰快乐！他低头温柔地吻了吻她的额头，随后朝身后挥了挥手。10几个太监立刻整齐地走上前，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个用红布盖好的盒子，显然都是准备好的礼物。打开看看，
喜欢哪个？萧承玉牵着苏清浅一步步走到那堆礼物前，语气里的宠溺藏都藏不住。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指尖传来刺痛。他就是要借着这场宴会告诉所有人，他如今的宠爱早就不再属于我了。我再也待不下去，转身想悄悄离开，却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。皇后娘娘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低头一看，才发现面前坐着一个轮椅，上面的人是吴国的王爷。1年前他还是吴国太子，却在宫宴上认错了人，对我意图不轨，结果被萧承玉打断双腿，连太子之位也丢了。而围过来的几个人全都是曾经得罪过我，被萧承玉狠狠惩罚过的人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后背瞬间冒出汗来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。干什么？吴国王爷转动轮椅靠近我，脸上露出阴狠的笑。当然是好好感谢皇后娘娘当年对我们的特殊关照啊！跟他废话什么？旁边一个世家贵女突然上前，狠狠踹了我一脚。啊！我痛呼一声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哗啦！这边的动静太大，引得宴会上所有人都回头看过来。萧承玉也望了过来，可他眼里的冷漠像冰一样，看得我浑身发凉。要闹就出去闹，别在这里破坏浅浅的好心情。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彻底斩断了我心里最后一点希望。那些人见状更加肆无忌惮，直接把我拖到了大殿外面，狠狠扔在冰冷的石板地上。贱人，以前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陛下不要你了，你连条狗都不如！一个响亮的巴掌甩在我脸上，紧接着一个看不清的重物砸在了我的腿上，数不清的侮辱和殴打朝我袭来，疼痛从四肢百骸蔓延开来。我蜷缩在地上，嘴角不断溢出鲜血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我再也撑不住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被人抬回了凤栖宫的小隔间。我强忍着浑身的剧痛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：恭喜宿主，距离脱离这个世界的时间只剩下3天了。我缓缓闭上眼睛，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滑落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3天吧，然后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。2天后，我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回一趟家，把父母留下的那对玉佩拿回来。可我刚走到凤栖宫门口，几个锦衣卫突然出现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等我再次被扔到地上时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地方怎么这么熟悉？我抬头一看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如遭雷击。萧承玉居然把我父母的坟墓挖开了，他穿着一身黑色长衫站在坟前，怀里搂着哭得梨花带雨的苏清浅。父亲，母亲，我双眼通红，像疯了一样冲过去，却被旁边的锦衣卫死死按住。萧承玉，你疯了！我此刻只想扑上去杀了眼前这个恶魔。萧承玉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语气毫无温度。沈念初，把东西拿出来。什么东西？我一头雾水。浅浅最喜欢的那只簪子，是不是你拿走的？他盯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怀疑。我没拿。我急忙解释，可萧承玉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一脚狠狠踩在了我的手背上，狠狠地说：沈念初，我数到10，你若把簪子交出来，再跪下给浅浅磕头道歉，朕就原谅你，否则……他给身旁的太监使了个眼色，小太监立刻让人牵来了几只体型巨大的恶狗。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是要让我的双亲尸骨无存。萧承玉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你杀了我吧，求你杀了我，别动我父母的遗体，求求你！我不停在地上磕头，额头很快就磕出了血。可萧承玉始终无动于衷，没有人在意我的哭喊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人打开父母的棺材，几条恶狗兴奋地扑了上去。不，我的世界瞬间天旋地转，我捂着胸口，痛得无法呼吸，一口鲜血猛地从口中涌出，眼前再次一黑。姐姐，姐姐你醒醒！第2天，我缓缓睁开眼，就看到苏清浅站在病床前，脸上带着虚假的歉意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她轻声说。丫鬟后来在地上找到了我的簪子，不是你偷的。说完，她轻轻推了推旁边的萧承玉，柔声道：姐姐，我送你点礼物赔罪好不好？宫外新开了一家铺子，据说很红火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去，你看上什么我都买给你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觉得看到他就恶心。萧承玉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说：沈念初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好，我终于开口，声音嘶哑的不像自己的。等我梳妆打扮一下，就过来找你们。苏清浅听了，立刻拉着萧承玉走出了这间狭窄的屋子。我茫然地望着天花板，心里清楚，今天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了。系统，时间到了吗？是的，宿主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您可以随时选择离开。脑海里机械的声音，此刻却成了我最后的希望。关门前，我挣扎着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最后一行字：沈家女沈念初，不堪为燕国之后，今日自请废后，与燕国国君萧承玉此生不复相见。我把纸条放在最显眼的茶几上，然后深呼吸一口气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让我痛苦不堪的凤栖宫。系统，打开离开的通道。好的，宿主。一道柔和的白光闪过，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门，我毫不犹豫地推开门，走了进去。付费卡点
宿主，脱离世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疼痛，请您忍耐一会儿。呵，听多了萧成玉冰冷又厌恶的话，我甚至觉得这个存在感不强的系统都比他暖心。我一手捂着还没痊愈的胸口，轻声说：剜心之痛我都扛过来了，还会怕这点疼吗？宿主，请闭上眼睛，脱离程序开始。此刻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和萧成玉的过往种种，曾经那个眼里只有我的少年，那双让我无比沉迷的深情眼眸，还有他在我耳边许下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。10几载的年少情谊，加上4年的甜蜜婚姻生活，让我几乎忘记了这是一个画本世界。可这1个月，我仿佛身处炼狱，尝遍了所有的苦痛，肉体上的疼痛早已麻木。真正让我绝望的是萧成玉带给我的精神伤害，那些非人的恶行几乎要了我的命。痛苦的回忆甚至让我忽略了脱离世界带来的疼痛，直到系统再次询问我的意愿，我才后知后觉。我确定，我几乎是紧咬着后槽牙回答的，语气坚定，没有一丝犹豫。说完这句话，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。对不起，爹娘，是阿初连累了你们。萧成玉，我们从此永不相见。而此刻的养心殿内，萧成玉正抱着苏清浅，宠溺地给她包着葡萄。苏清浅眼珠转了转，轻轻咬着下唇，小声说：我只是个无名无分的人，不配皇上这样待我，还是姐姐那样的名门闺秀，和皇上站在一起才最般配。萧成玉皱起眉，有些不爽，好端端的提她做什么？你是朕的女人，只要朕认可你，天底下没人敢看轻你。他顿了顿，又说起来，1月之期已经到了，沈念初该把皇后之位让给你了。苏清浅眼底闪过一丝暗喜，随即又红了眼眶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萧成玉很快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吸引，柔声问：怎么了？浅浅不愿意当我的皇后吗？自然是愿意的。苏清浅迫不及待地回答，却又面露犹豫。只是姐姐和皇上情谊深厚，世人都知道皇上心里只有姐姐，我不想让皇上为难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萧成玉就用食指抵住了他的红唇。你知道的，朕心里从来只有你一个人，娶沈念初不过是为了夺得皇位的权宜之计。如今朕大权在握，早就厌倦了陪他演戏，让他当了4年皇后，享受了4年的宠爱，朕给他的已经够多了，他该知足，主动让出后宫之主的位置。萧成玉眼底闪过一丝阴狠，可转头看向苏清浅时，又立刻换上了温情。朕只想给你最好的，让你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，你只需要安心享受，其他的事交给朕就好。说着，他紧紧握住苏清浅的手，苏清浅满意地搂住他的脖颈，在他下巴上亲了一下。谢谢皇上。萧成玉神色微变，嗔怪道：又忘了答应我的话，该怎么叫我？苏清浅害羞地戳了戳他的胸膛，小声试探着喊：阿玉。萧成玉满足地捧着他的脸，露出笑容，再叫一声阿玉。两人深情对视，腻歪了好一会儿。正当萧成玉吩咐工人传膳时，苏清浅突然脸色惨白，呼吸急促，双手紧紧捂着胸口，艰难地喊：好疼，阿玉，我好疼。萧成玉急忙拍着他的背，紧张地问：浅浅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养心殿里瞬间乱作一团，工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向太医院。苏清浅虚弱地抓着他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：阿玉，我胸口疼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沈念初，对，快把沈念初带过来，让他放血救浅浅。萧成玉彻底失去了理智，对着手下人大吼，没人敢反驳他的暴怒，只能匆忙跑去凤栖宫找沈念初。等了1炷香的时间，萧成玉越来越不耐烦，正准备发怒时，去寻人的太监慌张地跑了回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张信纸。人呢？沈念初呢？萧成玉厉声质问。回禀陛下，皇后娘娘她。太监吓得结结巴巴，不敢说下去。萧成玉额头青筋暴起，眼神凶狠，快说，否则朕把你千刀万剐。太监吓得一哆嗦，颤抖着把信纸递上去。皇后娘娘不见了，只留下了这张字条。萧成玉接过信纸，看到上面的字：自请废后，此生不复相见。突然大笑起来，不过是沈念初争宠的小把戏，赶紧给朕继续找，就算把皇宫翻过来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奴才已经带人找遍了所有地方，真的没有皇后娘娘的踪迹啊。太监低着头，声音里满是为难。我会聚焦萧成玉找不到沈念初后的暴怒，与苏清浅的腻歪，以及大臣们的弹劾等核心情节，用白话文调整语序，添加修饰词和连接词，控制字数和重复率进行改写。以下是改写结果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们没仔细找。萧成玉把手中的信纸狠狠揉成一团，随手扔在地上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找不到人，就别再出现在朕面前。太监不敢多说一个字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。阿玉，我的胸口好疼啊！苏清浅藏起眼底的得意，娇弱地哼唧着。萧成玉轻声安抚：别怕，朕一定能找到沈念初，让他放血救你。苏清浅顺势倒在他怀里，捂着胸口艰难地喘着气，或许是感觉怀里的人没了动静，萧成玉怕苏清浅昏过去，低头柔声问：浅浅，再坚持一下。苏清浅紧紧攥着他的明黄龙袍，乖巧地说：阿玉，别为难姐姐了，我的病可
可嗨嗨，不打紧的，其实只要有阿玉的关心，我就不难受了。我知道，我突然入宫让姐姐不好受，我能理解她。所以阿玉，她越这么说，萧承玉眼里的怒火越旺，他皱紧眉头，随手把桌上的酒杯摔了出去。宫殿里响起刺耳的碎裂声，工人们吓得浑身一哆嗦，纷纷跪下低头，谁也不敢出声，生怕惹恼了这位皇帝。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，彻底磨没了萧承玉最后一点耐心。他眯起眼睛，狠狠地说：“朕倒要看看沈念初到底在耍什么花招。”说着，他一把将苏清浅打横抱起，伴着女人的轻呼，高声吩咐：“摆驾凤栖宫。”苏清浅害羞地把头埋进他怀里，小声娇嗔：“阿玉，我都要羞死了。”萧承玉看着怀里的人，眼里满是柔情，低声说：“朕就是要让全宫的人都知道，你是朕最宠的女人。”两人一路毫不避讳的打情骂俏，直到仪仗在凤栖宫停下，才稍稍收敛。萧承玉抬头看了眼凤栖宫的牌匾，听着里面翻东西的动静，皱眉问：“人还没找到？”负责找人的小太监赶紧跪下，声音发颤的回答：“回陛下，奴才已经把凤栖宫翻了个底朝天，还是没见皇后娘娘的影子。”萧承玉想起那张自请废后书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冷哼一声，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把他的贴身婢女带来。他亲自把苏清浅抱进凤栖宫正殿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凤位上。一开始苏清浅还有些害怕，慌忙要起身，却被他按了回去。不是说胸口难受，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朕，朕绝不会让你受一点苦。两人正深情对视，一个穿粉色宫装的婢女被人压着，踉踉跄跄跪倒在大殿里。萧承玉的目光还停在苏清浅身上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沈念初在哪？你要是敢隐瞒，朕定把你五马分尸。”这婢女是沈念初的贴身丫鬟小兰，是从沈家陪嫁过来的，亲眼见过萧承玉和沈念初曾经的恩爱。她看着萧承玉怀里娇弱的苏清浅，想起自家主子这段时间受的罪，眼里满是恨意。以前她还羡慕这对金童玉女，以为他们会一直幸福，可才4年光景，主子就被厌弃了。小兰用冰冷的眼神瞪着苏清浅，说：“皇后娘娘按皇上的吩咐，每天忙着给苏姑娘洗衣物，奴婢已经好几天没见过她了。”萧承玉顿时怒了，攥紧椅子扶手，他就是娇生惯养，不过几件衣服，哪用洗一整天？沈念初，你给朕出来！别以为躲着朕就会担心你，朕早说过，留着你就是为了给浅浅宫心头血，你也就这点价值。我在另一个空间看着他在大殿里怒吼，只觉得可笑。萧承玉，我已经离开了，你再也伤不到我了。皇上，你一点都不念当年的情分吗？小兰突然悲愤地看着他，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决心。皇后娘娘那么爱您，您为什么要移情别恋，去宠一个粗鄙的农家女？她就是个妖女，哪比得上皇后娘娘？放肆！萧承玉彻底被激怒，真的一声，一道白光闪过，锋利的剑刃已经抵在了小兰的脖子上。大胆贱婢，竟敢以下犯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沈念初在哪？小兰眼里没有丝毫害怕，嘴角反而露出坦然的笑，眼角却悄悄滑下一滴泪。我知道。他是为我不值，奴婢早就说了，不知道皇后娘娘的下落。或许他对皇上失望，已经离开皇宫了。他的坦然戳中了萧承玉心底的痛处，尖锐又刺眼。眨眼间，扑通一声，小兰的人头滚落在地，鲜血溅到旁边小太监的脸上，吓得他双腿发软，不停哆嗦。苏清浅也吓得尖叫一声，脸色更白了，接着又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。听见咳嗽声，萧承玉才回过神，急忙喊：“传太医！”苏清浅脸色微变，收起娇弱的样子：“阿玉，就是老毛病，我忍忍就过去了。不行，朕不能看着你受苦，先让太医看看，朕再加派人手找沈念初。”说话间，张太医提着药箱匆匆赶来，他低着头行礼后，小心翼翼地在苏清浅手腕上盖了块薄帕。得到萧承玉点头后，才伸手诊脉。张太医，他情况怎么样？能稳住病情吗？萧承玉担忧地问，右手在苏清浅手心轻轻打圈安抚。此刻张太医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脸色变了又变。明明已经入秋，他额头却全是冷汗。他擦了擦汗，又不可置信地诊了一次脉，犹豫半天，终于跪下说：“皇上，恕微臣斗胆，娘娘除了胸闷，还有其他症状吗？”没有。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朕要你现在就稳住他的病情。萧承玉没了耐心，眉头皱成川字，眼里满是暴力。张太医为难地看了眼装病的苏清浅，老实回答：“回皇上，微臣医术不精，没诊断出娘娘有问题，反而她的脉象很稳健。”话没说完，苏清浅就捂着胸口，有气无力地咳嗽起来，脸色又白了几分，眼里含着泪，看着格外可怜。浅浅这模样一下抓住了萧承玉的心，他心疼地叫了一声，转头怒视张太医。庸医不等张太医辩解，一道红白光闪过，他脖子上出现一道细血痕，
张太医瞪大眼，嘴巴动了动，却发不出声音。难怪太医院的老太医们会把这差事推给他。伴君如伴虎，尤其是萧承玉这种喜怒无常的暴君，说错一句话就会掉脑袋。萧承玉担心苏清浅的身体，赶紧召集了一群有名的老太医联合诊断。可太医们说法不一，每个说的病症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，真是一群废物。最后一个太医说完，萧承玉冷冷骂了一句，轻轻摆了摆手。太医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太监拖下去斩了首。短短一天，太医院的太医几乎全被下狱斩首。消息很快传遍皇宫，甚至传到了前朝大臣耳中。当初若不是沈丞相带头支持，大臣们也不会同意萧承玉上位。可现在，丞相一家被皇帝折磨致死，连尸骨都不全。以前他们虽不喜萧承玉专宠沈念初，但还有分寸。如今苏清浅的出现，彻底搅乱了后宫和前朝。再任由萧承玉这么昏庸下去，国家迟早要灭亡。这几百年的基业绝不能毁在这里。大臣们商量后，第二天天不亮就穿着朝服，神情严肃地守在皇宫门口。皇上说了，近日不上早朝，各位大人请回吧。皇上已经1个月没上早朝了，国家百废待兴，他怎能沉溺温柔乡？今天见不到皇上，我们就一直站在这儿。一个头发花白、穿暗紫色盘龙朝服的老官员愤怒地说：“他是忠勇国公，祖上是开国功臣，世代效忠萧家，有他带头。”大臣们也纷纷表示不见萧承玉不回去。魏公公，快请皇上出来！太监总管魏公公为难地看了眼忠勇国公，夹在中间左右不是，犹豫半天，还是决定去通报。水扰朕清梦。萧承玉的声音带着睡意和不满，怕吵醒苏清浅，特意放低了音量。国公他说非要见到皇上，不然就一直站在外面等。阿玉，国事要紧，你好久没上早朝了，国公大人肯定有急事。苏清浅睁开惺忪的睡眼，趴在萧承玉胸口，我伺候你洗漱更衣吧。国泰民安，能有什么急事？忠勇国公不过是想倚老卖老掌权，朕烦他。皇上，苏清浅娇柔地撒着娇，终于说动了萧承玉，你啊，就是太善良了，说不定他们今早还要弹劾你呢。萧承玉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，罢了，听你的，不过让工人伺候就行。你身子还没好，别累着。我本就是农家女，这点病痛不算什么，而且你是我认定的夫君，我想尽妻子的义务。苏清浅娇羞地偏过头，这番话深深打动了萧承玉，两人又缠绵了一阵，他才起身准备上朝。等了快1个时辰的大臣们早已没了耐心，看到萧承玉的瞬间，忠勇国公带头弹劾苏清浅，请皇上以国事为重，铲除妖妃，还百姓一个盛世。放肆！萧承玉脸色铁青，一把将桌上的奏折扫落在地。